你们先暂且不用盯着他了，以免真碰上什么麻烦。待我亲自找机会去瞧瞧，他葫芦里究竟是卖的什么药。我答应给你做1个月的点心，最后你就给我拿来这个玩意儿。喂，什么叫这个玩意儿啊？这个可是我根据小彩的武功套路特意为你制定的制胜法宝。那这么说，你是有信心让我赢他了？当然了。不过以你现在这样，3天打鱼2天晒网的练法的话，我就保证不了了。我哪有偷懒了？我只是去给你种赤花珠去了。好，不算你偷懒。哎，你种下种子后，可有什么动静吗？赤花珠原本长在极寒之地，这里气候宜人，根本就不适合它的成长。看来我们要另想法子了。算了，我们还是先把眼前的难关度过吧。好吧。其实这些招式我早就记住了，只是内力不够，再怎么用功都没有很大的进步。要是我有阿姐那样的武功就好了。哎，我跟你说，你别看我阿姐平时凶巴巴的，不和人亲近，但是龙云城除了我爹之外，就她武功最好了。要是我阿姐能分我一点武功就好了。坐井观天，怎么可能让武功进步呢？走，跟我练武去。接招！阁主是为了哄他而故意而来的，但真若如此，待到回世时，他又如何能赢得了我？唉，别打了，小彩都走了。啊，终于走了。师祖的戏演得不错嘛。那当然了，这下满意了吧？开心了吧？我现在在你手上已经能过10招有余了，这些日子还是进步了不少的，这多亏了师祖的教导。啊，知道就好啊，下不为例，给我好好练，我会盯着你的。是。还好从那里月就拿了这个宝贝，好过一点。这现在怎么办？不行啊！谁给你们的胆子啊？造反呢？有没有把我这个少阁主放在眼里啊？
你真的让我太失望了。你从小跟在夫人身边，我从没怀疑过你，但偏偏是你干出如此大逆不道之事。你笑什么呀？你看不出来他们是在要你的性命啊？我知道啊，知道你还在笑？只是他们这个样子真的好笑。不知少阁主打算如何处置？荣华，现在是我们灵虚阁的人，灵虚阁不允许有叛徒。杀！少阁主。少阁主，此事是我一人的主意，与他们无关，还请少阁主放了其余弟子，小彩愿一人承担。不行，听见没有？不行！杀！我是说不能杀，他们罪不该死。少阁主不可以滥杀无辜。啊？无论少阁主作何决定，小彩一律领罚，无需仇人之女在此虚情假意。放肆！小彩，你当真以为少阁主不敢动你不成？你以为我真的要放了你们吗？我只是要用我自己的方式证明我自己。总有一天，我会让你们接纳我的。报仇固然重要，但是也不能被仇恨蒙蔽了眼睛。小彩，你敢不敢和我比试一场？不是你搞什么呀？跟他比，你比什么呀？比？我要向小彩挑战。若是我赢了的话，你必须心服口服的接纳我。你敢吗？比就比。我不同意啊！我不同意。当我没说。这甜饼还真好吃，你来尝尝。这时候还吃什么甜饼？你说你哪来的自信啊？小彩的武功也算得上是我娘亲自传授的，放眼整个江湖，她也算得上是1等1的高手啊。你这三脚猫的功夫怎么跟人家比啊？比不赢就认输呗。再说了，丢脸的又不止我一个，对吧，师祖？不是，你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啊，反正不管赢还是输，师祖都会帮我的。再说了，我对自己呀还是蛮有自信的。哦，既然你这么有自信，是吧？那你就好好表现吧。哎，师祖，哎，你不能这样，你不给我来个提前特训什么的吗？你不是自己说的吗？想用自己的方式证明自己，那师祖依你就是了。好好表现啊！是你带我来这儿的，你不能这样不管我，我真的很害怕。师祖，求求你了，师祖。你点名要的书籍都在这里了。谢谢大哥。哥，如果你在阁中没有其他的事情要处理，不如就陪我喝一盏茶吧。好。来，少阁主这般大礼，属下可接受不起。究竟有何指教啊？来，先尝一尝我们家荣华的手艺。我们家荣华做的。哎呀，这个甜饼啊，跟我们南方的精致小点比起来，真的独有一番风味呢。快尝尝吧。不吃。啊？不吃。为什么？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打什么鬼主意。那些书籍，除了夫人平常练的法典之外，剩下都是一些偏门病理。你不就是不想荣华输了与小彩的比试吗？哥，小彩那一身武艺都是我娘亲自传授的，想要打败她，那肯定要从我娘平时研习的这个功法典籍入手啊。荣华现在既然决定要嫁入我们灵虚阁，那上一辈的前尘往事必须要在我这做一个了断了。
我懂了。那邵阁主打算瞒我多久？原来你都去搜人小茶去了。这茶泡得太久，已犯苦涩症。哎，哥，你不喜欢喝，那咱就放下来。放下，咱不喝了，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，好吧？想吃什么？想吃什么？是不是有什么想看的景色？来，干嘛？小的时候啊，我看我娘坐在这儿，总觉得很威风，很神气。曾经我一度认为啊，成为这灵虚阁的阁主，便是我这一生最大的追求。是啊，长大之后才明白，旁人羡煞不过是表面上的风光。夫人为我们所有人一直以来呕心沥血、殚精竭虑，她的付出与牺牲，比我们阁中任何人还要多，还要真。是啊，我娘当初创建灵虚阁，不单单是为了平冤，更重要的是为了那些跟随她一起逃亡的纳兰一家，再也不要颠沛流离了，可以有一个安稳的地方继续繁衍，继续生息下去。小彩跟着夫人多年，许多事情她多少猜到了一些，但她在阁中从来没有传出半点流言蜚语，因为她明白夫人的苦心。夫人不希望我们一个个都活在过去的痛苦和仇恨当中。我一直以来啊，都认为自己什么都看得很透彻，什么都懂。可到头来，还不是因为你们护着我，才让我这样无忧无虑的过了这么久潇洒自在的日子。邵阁主今日带我来这大殿，该不会只是想与我伤春悲秋的吧？哥，我决定要跟荣华在一起了。我也准备放下灵虚阁和龙吟城之间的恩怨了。我知道，之前那场厮杀，你也失去了至亲的人。虽然我现在身为灵虚阁的少阁主，但我不想替你做任何的决定。今天在这大殿上，我只想听你说一句真话。如今，你有夫人在身边，一尽孝道，而我却连自己父母的模样都完全不记得。我纳兰一家的平静与安乐，最终毁在了人们贪婪无度的心上。哥，无论你做什么样的决定，弟弟都明白，也不怨你。包括夺回赤华珠。包括夺回赤华珠。兄弟，只要你是灵虚阁的少阁主一日，我便当你一日大司尊。关于纳兰一家与灵虚阁的一切，任凭你与夫人决定。我，陆一舟，绝无半点怨言。谢了，哥。真是奇怪了，怎么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动静？他干什么呢？拜托了，
你们赶紧出来吧，不要躲着我了。为何他这几日都成天待在后山，还对着一片空地自言自语？莫不是他已发觉我们在暗中监视，又想出了什么和上次蜜蜂蛰人般古怪损人的手段？你们先暂且不用盯着他了，以免真碰上什么麻烦。待我亲自找机会去瞧瞧，他葫芦里究竟是卖的什么。今日的比试点到为止，切不能伤了对方。还请少阁主恕罪，刀剑本就无眼，且今日比试又事关我灵虚阁与龙吟城的高下输赢，顾小彩定会全力以赴。待会儿上场比试时，小彩便不一定能如少阁主方才所言了。我来灵虚阁乃是客不欺主，我先让小彩公主3招。装腔作势，我且看你究竟有多大的本事，能接我3招。可是少阁主呀！那比赛就开始吧。3招已过，该我出招了。话真是进步神速，换了一个人设。我真好奇你究竟教了什么偏门的武技？李倩啊，什么武技？不应该是这样。今日比试点到为止。荣华姑娘好样的，好样的，好样的，好样的！今日一战，小彩输得心服口服。我知道，龙吟城和灵虚阁在上一辈时有许多的恩怨。我来这儿，只是想和我心爱之人相伴相守，携手白头。既然我来了灵虚阁，就会把这儿当成自己的家，把你们当成我的家人一般。我知道2家人的恩怨，不可能轻易磨平，全然抹去。但是我会尽我的全力，修复2家人的裂痕，弥补龙吟城犯下的过错。好，果真有大将之风啊！先前是我小看荣姑娘。我都赢了，你生什么气啊？那你自己说，你到底是怎么赢的？还是什么事都瞒不过你。荣华，荣华，荣华，荣华！
在暖化居里外翻了一遍，这个是在荣姑娘梳妆匣中找到的。先前是我疏忽大意，竟未发现她在比试前服用此药。这里面还有一枚，若我猜得不错，此乃瞬息丸。瞬息丸？一个人只要有些武功底蕴，服下此药之后，便能在极短时间内功力大增，内力提高。但此药百害而无一利，一旦药效退却之后，轻者昏迷吐血，重者经脉尽断而亡。我当时就不应该答应他和小彩的这次比试。事已至此，你也别自责了。你我都没想到，荣姑娘竟会做出此等事。原本你计划好的一切，只要在比试中打断他们二人，就能趁机化解之前的误会。可是没想到，荣姑娘看似柔弱，骨子里却如此顽强，不服输。是啊，他倔得很，我都快忘了，她是荣化，是龙吟城的二小姐。若不是因为我，千里迢迢来到这儿，远离故乡，远离家人，说不定啊，她现在早就成为生祠堂的堂主了，将来也会成为龙吟城城主也说不定。怎么荣家之人个个都如此顽强？你醒了？你们倒好，趁着我生病了，说我们家人坏话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耍嘴皮子？怎么？我说的不对啊？好了，你不要再生我的气了，好不好？先躺下。我怎么可能不生你的气啊？老实交代，瞬息丸到底怎么回事？这是我从龙吟城带来的。想不到灵虚阁的入口居然如此隐蔽，若是没有梅公子带路，恐怕我们还要在此耗费许多时。我们现在已经到了灵虚阁的地界了。还真是戒备森严。灵虚阁不愧是江湖中最为神秘的存在。诸位，还请你们通报一声，龙吟城荣素前来拜访。人都已经在外面等候了，少阁主，你打算怎么应付？没想到啊，这个荣素会去找梅英，让梅英带他来这儿。看来这个荣素啊，对我们灵虚阁和梅家之间的关系早就心知肚明了。哎，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人家代表龙吟城而来，而且他是荣化的家人，总不能让人家在外面干等着吧？是啊，怎么能让人家在外面干等着呢？咱们灵虚阁又不能失礼于人，你说是不是啊？那不然就直接请人入内吧。啊？就这么直接请人入内？那不然你要怎样？你还要八抬大轿给人抬进来啊？哎呦，不是这个意思。人家好歹也不是一般人，不管，总得想个办法。是啊，我们荣素小姐怎么能是一般人呢？不然怎么能入了我们大师尊的法眼？你说是不是？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开这种玩笑？
我们灵虚阁始终没在江湖露面，阁主一直要我们低调行事，是为了保存纳兰一家的秘密。我们阁中从来没有外人来过的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还开这种玩笑。荣化来灵虚阁也没多久，阁中弟子呢始终对他心存芥蒂。这次荣素又是代表龙吟城前来，那势必也会让阁中的弟子加重这复仇的情绪，可能还会引起不小的波动。这样的话，荣素可能也会起疑心。这对荣化刚跟弟子建立起来的友谊啊，可能也非常不利。哎，既然如此，少阁主亲自前去。你是少阁主，你去最合适。你相信我吧。想都不要想，我怎么可能会去呢？荣素这性格，我们完全话不投机，或许我们连八字都不合。虽然他在龙吟城的时候啊，最后对我选择出手相助，但他这个性格，反正这个任务啊，只有你能胜任了。我？你身为灵虚阁少阁主，这种事情岂能置身事外啊？这是一码事归一码事啊。如果现在是荣化的事情，那所有的事情都由我纳兰月担着。可现在人家是荣素啊，荣素是谁的心上人呢？这件事就由谁来担着，你说是不是？反正我是不去。行啊，不去是吧？不去，我有的是办法将人支走，而且咱们俩还都不用抛头露面。这到时候啊，人家因为你这闭门不见而伤心难过的离开，哎呀，该有多难受，我会心痛。不是哥，你就一点都不想念人家吗？哎，如果啊，你真的闭门不见人家，人家伤心难过的走了，你对他这个思念之情，你自己怎么解决呢？哎，这个时候做弟弟的跟你说一句啊，可能感情方面啊，你比弟弟差一点。如果现在你肯迈出去那一步，哪怕一步啊，或许这个整个事情啊就峰回路转了，一点都跟之前不一样。哎，哥，你还真有迎难而上的精神啊！怪不得你会选择荣素这样具有挑战性的姑娘。这也是从小到大处处被你坑害所逼的。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哦，好像有点关系。没想到阔别数日，容大小姐竟会亲自前来灵虚阁，陆某倒还有些意外。此番我是前来探望荣化，他独自一人前来灵虚阁，城主不放心，便让我前来看看他是否安好。容大小姐与二小姐真是姐妹情深，还望容城主放心，容二小姐将会成为我们灵虚阁的少主夫人，全阁上下定会好生照料。那我与荣化，灵虚阁外有处僻静之地，是专门设来款待宾客之用，还望容大小姐移步前往，将就休息几日。我不过是来探望他，却被你们相拒千里之外，难道这就是灵虚阁的待客之道？你们阁主就不怕有失体面吗？容大小姐切莫误会，我们只是为了方便招待，并无他意。我们龙吟城与你们灵虚阁结亲，若是连坦诚相见都做不到，那这门婚事，城主又如何能放心？是我约阿姐在外见面的。荣化，灵虚阁戒备森严，不太方便说梯级话，所以我就约阿姐来这儿见面了。灵虚阁确实规矩甚多，既然两家都要结亲了，倒不如各退一步。来人，立即前去准备客房。是。阿姐随我来吧。娘，您这几日都去哪儿了？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留下来啊？遇到了个故人，叙叙旧，耽误了回城的时间。没想到，荣化这丫头竟然会护着灵虚阁。荣素此次前来，说是探望，其实是想打探我们灵虚阁的虚实。我本以为无论如何都会小动干戈，但竟然被荣化这姑娘
一语给化解了。他能出面与荣素相见，也摆明了是我们灵虚阁之人的立场。这对他来说实属不易啊。哎，娘，孩儿早就说过了，荣华这个姑娘啊，人又好又善良。你要是了解她之后，会跟孩儿一样喜欢她的。来，这倒与他娘有几分相像，只是那个荣素像极了荣敬凤。荣敬，娘，你没事吧？无妨，我只是在想，荣素此次前来，并不好打发。如果让荣敬风知道我就是灵虚阁阁主，只怕江湖上又会掀起不小的血雨腥风。所以我们眼下要做的，既要稳住荣素，又要巩固我们灵虚阁的实力。我担心的是这个赤华珠已经被毁了，整个寒冬啊，龙吟城都不会送出来解药了。这样的话，那娘娘的身体不就……解药之事言之尚早，不必担忧。对了，我听闻荣华这丫头打小身染寒疾，与我的病症倒有几分相似。等她回来，你叫她过来，我有话对她说。知道了，娘。娘，我看您身体不是很舒服，不然我先扶您回房间休息吧。娘，这苍七不是一直都跟随着您吗？怎么这次没看见他回来的身影啊？我让他去办点事，不日便会赶回。夫人交代，由你暂代家主一职，希望你能带领纳兰一家，暂且在此隐蔽。夫人希望在灵虚阁外保存你们的实力，日后能助少阁主一臂之力。纳兰月，他根本就不值得我们纳兰家为他效忠。夫人之令，岂容你违抗？我等虽藏匿于北荒，但对中原之事也了如指掌。纳兰月先前混入了龙吟城，原本有很大的机会夺回赤华珠，可他什么也没有做。他轻纵了尸体，丝毫没有愧疚之心，竟然还要迎娶荣景风之女，简直是荒唐！这些年，我们流离失所，风餐露宿，靠的就是这股执念，我们才坚持活了下来。我们纳兰一家所受之苦，皆是为了夺回赤华珠。不达此志，枉为纳兰家。你说这恨，我何尝不懂。赤华珠必要夺回，但此事绝非朝夕可成。先前少阁主去龙吟城，是替夫人寻找解药，他隐瞒身份，是因不想打草惊蛇。不用替他解释了。无论如何，我们都会忠于夫人。但纳兰月要是执意迎娶那姓荣的女人为妻，我们纳兰一家就容不下他这个叛徒。少阁主的为人你们不了解，但我相信他。今日我受夫人之命，将你们安顿此地。中原不比北荒，你们切忌低调行事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别让阁主为难。知道了。可有发现什么？随林若寒一起赶赴北荒的灵教弟子全部遇害，而且他们应该是死于林若寒之手。怎么会这样？从现场的打斗痕迹来看，灵教弟子死前毫无防备，瞬间毙命。我想，他应是想护下什么人，不得已才灭口。
林若寒明知这么做会引起师父的怀疑，却还是选择动手。什么人对他如此重要？他究竟有何事隐瞒，我们不得而知。不过，灵教驻扎于北荒的分部，现在看来防备措施有所疏漏。若是下回灵虚阁与龙吟城再派人前来，恐怕会对明尊不利。我们必须设法尽快转移。哎，夫人，师姐违逆之事，能否先别告知师父？其实我在师父身边这么多年，他对于荣敬风和林若寒的背叛，并不像表面那般毫不在意。他越不在意，只能说明他心里越恨。眼下他们师徒二人关系好不容易才缓解，我不想因为此事再生嫌隙。猪脑子！此事终究是瞒不住的。林若寒的势力今非昔比，你今日若纵容了此事，无疑是给灵教留下隐患。夫人放心，我自有分寸。不过眼下需要瞒过师父一事。就说随同弟子在外受到伏击，全军覆没，师姐竭力逃脱，但也因此受了伤。哎，或许此事可以推到荣苏的头上。你这向来最怕的就是你师父，如今为了林若寒不惜欺瞒明尊，你难道心中对他……绝对没有。我怎么能对师姐还有非分之想？夫人多虑了。我管不捉自从有了夫人，早已知足。若夫人不信，我可以发誓，我从始至终只有夫人一人。我不过是随口一问，你紧张什么？我不是紧张，只是眼下师父和师姐之间再生猜忌，双方争斗，只怕会趁了荣敬风的心。夫人想想，会在北荒出现，又让师姐不顾一切想要护下，会是何人？我怀疑是纳兰一家。纳兰一家？师父和纳兰一家有着纠葛不清的渊源，恐怕一时难以理清。眼下都是推测，并无证据，若将此事贸然告知，只怕会更加麻烦。行吧，此事我可以暂且保密，但是你必须提醒林若寒，千万别让明尊起疑。怎么样了？我暂时将阿姐稳住了，她答应在灵虚阁外先住下。这次多亏了你出面化解，否则陆一舟那个呆瓜都不知道该怎么应对。阿姐的性格我十分了解，她不达到目的不会善罢甘休的。我猜她此番前来一定是和赤华珠有关。之前阁主并未服用解药就能安然度过危机，此番花海尽毁，爹爹一定是派他前来调查其中的秘密。若真是这样，此事还有点棘手啊。是啊，赤花珠的种子尚未培育成功，阿姐又势在必行，可谓是内忧外患。我虽脱得了她一时，可终究不是办法。你就别担心了，之前什么样的难关我们没有遇到过，况且现在不是在灵虚阁的地盘吗？我们不想让荣苏知道的，自然有办法隐下。荣苏越是心急，越证明龙吟城当下的麻烦越不容易解决。此番你爹不惜涉险，也要上灵虚阁讨教解毒之法，一定是为了龙吟城在年末的危机做打算。现在花海被毁，各大武林门派都在等着求药呢。我爹一定是别无他法，才会派阿姐来这儿的。赤花珠反噬未能及时服药的话，必死无疑。到时候龙吟城变成了众矢之的了。这不仅仅是龙吟城的危机啊，也跟我娘的性命息息相关。我们必须要找到解决此事的办法才行。
哦，对了，我娘说你回来之后去房间找她一下，她有事情要跟你说。别担心了，我陪你一起去。娘，花儿回来了。来，听纳兰月说，夫人在回途中感染了风寒，我熬了些姜茶，可以去寒气。夫人身子虚弱，赤华珠反噬之毒令人痛不欲生。夫人定是忍受了非人的痛苦，才熬了过来。我听说你们此番回来，因为荣华这丫头是荣静风之女的身份，遭到阁内弟子不少的为难。若你坚持以后要跟月儿在一起，这种事情都处理不好，难道事事都要月儿替你出头吗？哎呀，娘，您这话说的……我知道，此事是荣华姑娘自己化解了危机，但以后这种事情，你越少插手越好。哎，娘，这种事……我相信，以荣华姑娘的能力，可以化解这种琐碎之事。你处处护之，只会适得其反。夫人的教导，花儿一定谨记。最近阁内饮食相较之前大有改进，我相信就算弟子们嘴上不说，但是未必不会感受到你的心意。之前月儿教你的武功，只适合常人所练。这本心法，是我针对韩正所创，比他教你的高深得多。日后让月儿多加指导，定能有所小成。人在江湖，若是没有一技之长，只会处处受限。多谢夫人。花儿没想到，夫人能这么快接纳我，还对我这么好，我都不知该说什么。过去是荣静风对我不义，你母亲却是一个极讲情义之人，你像极了你的母亲。当年我和我夫君也是多亏你母亲相助，只是其中的根株牵连，终难一言以蔽之。若是夫人信得过的话，我愿意精研医术医治夫人的顽疾。若是我和纳兰月联手，说不定还能找到赤华珠的解药来。不必了，你们两个的心意我心领了。只是你若接下此重任，一旦失败，你在阁中的位置就会更加难处。哎呀，娘，您就放心让花儿试一试吧。比起您的身体，外面那些反对的声音根本就不足挂齿，咱们一定不能因此而退缩的。夫人，我出生时娘亲就过世了，我从未见过她，也从未体会过母亲的照顾和关心。夫人如此待我，我感激不尽。日后我一定将您视为自己的母亲一般，好好孝顺你。